这样子比刚才好，你有体会出差别吗？有啊，对，好弱，很弱，很弱。所以你不要用冲的力量，冲的力量就是你先用肌肉把它冲起来，慢慢筋上面先蓄了力，然后再慢慢拉开。是，这样手是不是能够比较有体会？手是一样的，手是一样的。来，你来顶我前面，那个你来推，你来推我走，好走，推走，好，我这个力往前打，你不用推我，是我推你，你要体会是我推你，我的力量往前打，你这个推我走，力量很大啊，看。我就算手伸直了，我手伸直，你推我走，我还是一样有这个力量。对，这样不懂？前面一直有力量在送，前面一直有力量，可是这边还是这边有力量在顶它，这样不懂？所以这一个手出去，这个手出去不是单一方向，因为你单一方向是什么？你单方向这个手伸出去，这个力量出去了，这个肘变成这样子了，肘的力量变成往这边了，这样不懂？不是的，是我们这个力量出去的时候啊，你走筋的话，就是它走筋，这整个都是开的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我不管这个多弯，你不顶我是我推你，我这个拳好，如果我这个拳在这边我要打，从这里要打出去的话，啊，我打出去，我这是不是有力了？有，我是，你看，我同时是有这个力量，你推我，是推为什么不是从左啊？从这边推？什么？不是从这边推？不是啊，它的弯曲跟膝盖不一样啊。从这边推很容易用到这边的力量去下一次。不会啊，因为你如果单独用这个力量的话，我用这个力量顶它的话，我这个拳头是回来的，是不是？我的拳头就不会往前打了，所以你不能用单一的。我如果只用往前的力量，我这个手肘你推我走，我这个手肘变成这样子了。你如果是用手肘来顶它，你单独用手肘顶它，你这个拳头的力量就回来了。所以你这两个力量都要有。当这两个力量都要有的时候，你就需要用到筋了。就我这个拳出去的时候，你看我的力量是这样子的，我同时有这个力，我同时有这个力量。有明显。可是你是从根这边去吹的，你就是这一条手臂，的筋都连，这样子，听不懂？那他走到这个地方，他给他一个弧度嘛，他有弧度，这个筋上的力量还是循着这个弧度走啊，所以他的力量并没断，听不懂？跟膝盖是一样的，只是膝盖我们是反方向，因为我们的膝盖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是从这个回来，我们是从这个回来，其实跟这个一样嘛，就是我如果往这里推，我往这里推，你从后面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这个你比较好体会嘛。那手我如果是这样子，我让你从这里推，你很难感受到。它的力。你如果压力是从这边来，因为他在做这个东西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压力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当他的手来，当他啪，我要打他的时候，当我打出去的时候，你的手出来，我打出去，我这个地方的力量是往这边去，可是我的拳还是往前走的。我打他的那个力量还是往前走，可是我这个力量在防御他，而不是这样子，我这样打他，这个力量没有了，
你这个力量没有，你只有一个直的力量，所以它一拨就开，它一拨就开了。或者我现在要打它，我这个力量往这走，我这个力量往这走，这个还是一样顶到它，可是我打它这个力量一样，而就不会说我这里是一个力量，我要转下来要打它变成这样子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我们要练到每一个关节有每一个关节的功能，所以它的活动，它的力量不能受到其他的它的前后其他的影响，听不懂？那这个要靠什么了？就要靠筋了，因为你不能靠肌肉了，因为肌肉它只能做单一功能，因为它没有连接起来，听不懂？他做这个就是这个，他做这个就是这个，他不能同时有两个，他不能同时，比方有三个，我说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听不懂？所以练八卦是你每一个关节都要能够单独活动、单独使用，你不能说用了这个，其他的没有了，其他的都不能用了。我用了这个，其他的都不能用了，不行。听不懂？懂哈？你们可以试看，你们可以试试看手啊，你打一拳。推一拳出去，两个力量是不是可以同时存在？手可以往里去推它，这个是他推你。啊？好久没有。要保持到它自己的一个往外顶的一个力，不管你伸直了没有啊，所以手肘不能伸到全直，一定要什么有一点往外顶的那个微弯。你做到了就对了，不要管那么细。但牛的话，有的时候在泥土上面的话，它没有办法动，它会卡住。对，人必须要帮忙来推，那就变成要尽全力。对，今天就要先撑，对，全部的筋都撑起来。就老师讲的那些，把筋连起来，才可能这个动。对啊，所以以前的农人啊，那个拉夫啊，他们都会啊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生活需要一点经验的。他们呢也是辛苦的经验，好辛苦没有错。但是就是在辛苦里面，他们才会找到那个最有效的方式嘛。对啊。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，我穿那个半拖鞋啊，好几个月这样下来，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到说，会不会就是确实这边有变粗，可是好像到一个程度，顶多那个力量就是集中在这边，不会啊，你穿那个半脚拖鞋的时候，你的脚后跟有没有往下拉？没有，你的脚后跟要往下拉，因为是它因为后面没得就会这样子头绷，你不能让脚后跟也浮起来，你的脚后跟要往下拉住，跟前脚掌是一样的高度，就保持到你的脚底是平的，对，这样不懂？它一浮了就没有了，对，哎，好，说到了解，这样懂吗？对，哎。它是那力量都会起跟在大拇指跟就是那两根脚趾头。你如果后脚跟你没有拉住的话，它会啊。
对，你后脚跟有拉住就不会了，你后脚跟有拉住，它就力量就往回了。对，确实往下对拉就要5分。对对对，看不懂，哎，因为我一直用那个，然后确实这边的那个肌很强，可是所以你刚摸的中间那一个，对对就对，比较薄弱。你再试试看，脚后跟要拉住。那个我这边提醒一下哈，我这边提醒一下，我们所有的步啊，不管是我们站骑马步脚后跟起来的，还是弓步脚后跟起来的，你只要是脚后跟离开地的，包括我以前让你们穿那个半脚的鞋子，脚后跟没有着地嘛，所有脚后跟没着地的，你的脚后跟都要有往下拉住的力量，好像有地一样。你不能脚后跟没着地，你就让脚后跟浮起来了，脚后跟一浮，整个身体都浮了。所以我们就算是练习这个脚跟起来的桩，你的脚后跟还是要有往下的力，你不能就只有前脚掌的力，这样就不行了。这样子你练的那个力量，它还是局部的，听不懂？所以脚后跟空，不能让它空的地方，你要往下，那个往下的力量还要往下拉，而且是拉的比你脚后跟在地上还要多，因为它有空间你去拉了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你们现在练这个也是一样嘛，你的这个后脚跟起来没有关系，可是当你要往回顶的时候，你不能脚后跟没有力啊。你脚后跟没有力，你这边就没有根呐，没有根，那根筋就松掉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要往后顶的时候，你的脚后跟虽然离开地了，你脚后跟要往后蹬，脚后跟虚空的往后拉，你们再试试看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虚的地方啊，看起来是虚的地方啊，它其实更实。因为它要更实，所以它那个虚才不会真正的虚。你们再试试看。还是要从膝盖啊。对，再放掉。行吗？老师你弄。你练习，你要推它哈。你练习站这样的步，你站这样的步，就把你的身体的重量放上来，除了脚蹬以外，放上来的力量。好，来，走。比较好，再松。对，再来，慢慢，再来，松掉，再来，慢慢的，你不要用冲的起来。好，来，慢慢，先蓄力量，筋上面先蓄力量，拉开，这样子比刚才好。你有体会出差别吗？有啊。对。好弱，很弱，很弱。所以你不要用冲的力量，冲的力量就是你先用肌肉把它冲起来，慢慢筋上面先蓄了力，然后再慢慢拉开，是这样才会对。好啊，老师那个蓄力的地方可以帮我多讲，因为我蓄力就是说很掌握。你在开始要动的时候，你先把力量，我是在用。这个肌肉在推它，我就算用肌肉推，我先不起来，我肌肉推出来这个力量是不是好？我先停，然后把这个把肌肉松掉，这个力量转换到筋的上面去。所以你要感觉到，你一开始会用肌肉，可是你用肌肉没关系，你知道了以后，我用肌肉了，好，我停在这个地方，力量不要变，我把肌肉松掉。然后我那个力量一样，我把这个力量就转移到筋上面去。你先要体会到这个，就肌肉跟筋的差别。好，你再试试看。是啊，换你。你跑不了了。
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掌握比我好。是吗？因为他瘦。哦。因为他们没有用肌肉的习惯，因为他们的肌肉没有那么强。好，先蓄力，哎，真的哦，挺有力哦。对，我觉得比我好。对，好奇怪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哎。就是这样子啊，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他们的肌肉没有那么强，所以他们没有用肌肉的习惯。他们的肌肉本来就弱，肌肉弱，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怎么办？跟小孩子一样嘛。小孩子的肌肉还没有发育起来啊，那你看他怎么动，他动什么，他就是筋嘛。这样不懂？他们就可以顺利的去使用筋嘛。不应该练，不应该练。我看他对一开始就行了。对。他们没有建立起来那个硬要使用肌肉产生力量的那个习惯。我们男的有建立起来那个习惯，哎，所以你也可以，只是要破那个习惯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一开始启动的时候不要那么快，哎，你自己要能够分辨，你这个启动，你这个力量起来是肌肉还是筋？是肌肉，好，停，肌肉松掉，慢慢转移到筋上面去。现在有这个区分。好。啊。好，谢老师。有时候跟女孩子练会很气，她们练那个旋外旋走，哇塞！很奇怪，都很排队。对啊。啊，你没有区别出来肌肉跟筋。哎。所以跟他讲的嘛，你一开始用，你先体会一下，我起来了，停。我现在的力量是由肌肉出来的，还是由筋出来的？对，由肌肉出来的。力量不要变，在那个地方把肌肉松掉，然后把这个肌肉上面力量转移到筋上面去。你要能够体会到这个转移。就我说这边的话，你把上面的肌肉松掉，力量就转移到筋上面来了。你要体会到这种转移。啊，嗯。啊？手上的比较好体验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